随着俄罗斯军队装备 S-500防空系统，俄罗斯官员也呼吁中国购买。为何俄罗斯希望中国首先购买 S-500？S-500又有何优势？中国真的需要这款武器吗？近日，俄罗斯军方宣布，由该国研制多年的 S-500防空导弹已经完成最后测试阶段，进入服役期。另外有消息传言，俄军已经组建了第一支 S-500部队，部署在莫斯科执行保卫首都的任务。可见，俄罗斯也是很看重这款新型反导导弹。而俄罗斯媒体更是将 S-500称为全球最强的防空系统。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，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表示 ，S-500将会对外出售，包括中国、印度在内的俄传统友谊国会最先得到 S-500防空导弹。这已经是明着喊中国与印度来买 S-500了。且不论军售界的冤大头印度跟不跟，作为近年来军事实力迅速崛起，甚至在常规军力方面已经能稳压俄罗斯的中国，真的还有必要再购买 S-500吗？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为啥俄罗斯人敢把 S-500称为全球最强的防空系统。根据数据显示 ，S-500射程达到600公里，比前全球最强的 S-400还高出200公里，而且打击高度达到185公里。俄罗斯人表示 ，S-500可以有效执行末端拦截任务，拦截洲际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，甚至可以打击低轨道卫星。另外，也能用来打击高空飞机与无人机。而在此前的测试中 ，S-500系统发射的导弹摧毁了481公里以外的目标，创造了现役防空导弹中最远射程纪录，证明了 S-500的确是一款不俗的防空系统。另外，俄罗斯人宣称 S-500的拦截成功率达到 95%， 要远超美国的爱国者与萨德反导系统。除此之外 ，S-500配备高精度雷达，能使其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，并且还具备反隐身能力，是对付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 F-35隐身战机的最有力武器。此外 ，S-500除了将会延续 S-400配备 77N6N 和 77N6N1 两种拦截导弹，可拦截核弹头，还会配备色林 N6 导弹，这种导弹的速度达到9马赫，可用以针对高超音速导弹。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那就是 S-500 其实也不是从 S-400 换代而来， S-400 与 S-500 属于 S-300 系统不同发展分支演化的结果。S-400 从基于国土防空军的 S-300P 防空系统发展而来，而 S-500 基于苏联陆军防空火箭部队的 S-300V 发展而来。因此 S-400 与 S-500 的使用并不冲突，拥有了 S-400 的中国再购买 S-500 也不会造成浪费。从上述来看 ，S-500 的确是一个好东西，再加上此前中国已经向俄罗斯购买过 S-300 与 S-400 防空系统，解放军已经拥有丰富操作经验，对于 S-500 而言上手也会很快，而这就是俄罗斯向中国最先喊话购买 S-500 的原因所在。俄罗斯想让中国最先购买 S-500， 其目的不言而喻。一方面，俄罗斯武器出口如同国内石油资源一样，成为创外收的主要来源。再加上近年来美国在武器市场对俄罗斯的围剿，俄罗斯急需找到一个靠谱的买家。而中国作为俄制武器的长期用户，自然会首先被考虑。印度也是同理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，尤其是中国军事发展十分迅猛，如果此时中国军队选择装备俄制防空系统，这无疑是给 S-500 打了一个很好的广告。毕竟能入中国军队的法眼，武器还能差吗？不过 S-500 肯定也不便宜。2014年，中国采购了6个营的新型 S-400防空导弹系统，花费30亿美元，差不多每个导弹营将花费5亿美元。而5亿美元的单价也差不多相当于一艘先进的052D 驱逐舰的造价了。S-400 尚且如此 ，S-500 只怕会更贵。那么对于中国而言，真的有必要再购买 S-500 防空系统吗？不可否认 ，S-500 是个好东西，至少相比较于歼20量产前填补空白期的苏35更能起到作用。但是说 S-500 能达到90年代中国购买苏27的效果，那肯定远远不行。S-500 对于中国而言属于可以但没必要这一类。S-500 从数据上看堪称一款性能优越的防空导弹，但真的能否达到俄军自己宣传的那么好，其实需要打上一个问号。有一个很显著的例子，就是当年俄罗斯向中东的伊朗、叙利亚等国出口了大量的 S-300 防空系统。
然而，这些防空系统面对以色列空军的 F-16战机，乃至后期装备的 F-35战机，屡屡被打爆。有分析认为，西方早已破译了 S-300防空系统。那么，对于延伸而来的 S-500，西方有多了解还是个未知数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在电子水平方面的欠缺也是有目共睹，这也导致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在长期使用的时候故障频发。此外，电子能力不足还会导致抗干扰能力差，有效射程与实际表现相差过大，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低。那么 S-500的稳定性又有多强，同样是一个未知数。除了性能上的疑问，另一方面 S-500能否在中国防空体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这也是值得考究的一点。前面提到 S-500具备反隐身战斗力的能力，这倒是中国需要的。目前，美国正在将大量的隐身战机 F-35派往亚太，就部署在中国周边。此外，美国还向日本、韩国与新加坡出口了 F-35战机，甚至协助日本改造出云级准航母来搭配 F-35B。可见，中国的确需要 S-500这样的反隐身装配。但另一方面，一个国家战略级的防空系统，比起子单位的强大，更看重的其实是整体的水平。俄罗斯自己在防空体系方面就存在很大的漏洞。俄罗斯防空军装备有远程 S-300与 S-400防空导弹，野战防空体系有道尔和铠甲防空导弹，这些都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但是中程防空导弹还在用着山毛榉防空导弹，这种导弹技术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。S-500尚且无法完善俄罗斯的整体防空体系，更不用说能否融入其他国家的防空体系了。而对于中国来说，这一点却恰好是中国的优势。可以说，即使没有 S-500，中国凭借着国产的防御体系，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就拿远程防空来说，提到中国的远程防空系统，很多人第一印象并不是 S-400，而是国产的红旗9防空系统。对比 S-400与红旗9，二者各有特长。S-400优势在于射程远，而红旗9优势在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程主动雷达制导系统。对于打击隐身战斗机而言，红旗9并不会输给俄罗斯防空系统。而目前，中国还在红旗9的基础上研制一款更先进的远程防空系统，外界将其命名为红旗19，甚至有传闻红旗19已经进入部队进行测试。据获悉，红旗19与 S-500一样，具备战区末端反导任务，并且拥有俄罗斯人搞不定的动能拦截器技术，在技术水平上甚至高 S-500一个档次。另外，中国在雷达方面也超越俄罗斯，包括 JY-27米波雷达同样能反隐身。中国国产防空武器就能克制 F-35战斗机，而 S-500另一大优势就是反高超音速导弹。但就从目前各国对高超音速导弹发展趋势来看，恐怕美国比中国更需要这样的武器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其实并不执着引进 S-500防空系统。当然，就算引进了 S-500，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一方面 ，S-500的确不差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维护与俄罗斯的军贸往来。